什麼你的殺球總用不上身體力量？起跳正確，架拍正確，甚至連頂肘也正確，但就是用不上身體的力量，而且發力時還很容易肩膀疼。哇，超詳細羽毛球核心發力教學來了！頂髋發力，蹬轉發力，遁地炮發力，雙腳跳殺發力，側身跳殺發力，這都是為了充分發揮身體力量產生的技術。這些耳熟能詳的發力名詞到底有什麼區別？一個視頻帶你學會真正的核心發力。Let's go！ 視頻中發球機是艾迪保衛260，我的訓練好幫手。羽毛球發力方式主要由不轉體跳殺的卷腹發力、蹲的炮類頂髋發力和轉髋類的蹬轉發力構成。在了解3種發力有何不同前，我們要先明白羽毛球發力的核心是什么。羽毛球發力又稱為鞭甩發力，意味着揮拍時身體與球拍是一個整體，都是這個鞭子的一部分。決定鞭打是否有效的因素是在鞭打的力傳導過程中是否出現力量中斷。那麼，身體能發上力的核心可以理解為身體在發力過程中始終保持是一個整體。身體主要由腿部核心區和手臂組成，核心區起到承上啟下作用，則若做到腿部力量傳導至核心區後，再融入腰腹力量，最終帶動手臂揮出，便可實現身體發力。然而，大部分球友都有類似問題，明明在起跳時正確完成了架拍，也有頂髋，為什麼發不上力？因為它並不是核心帶動手臂前揮，而是手臂在頂髋後主動發力前揮擊球。這意味着手臂在此時脫離了身體這個整體，在單獨揮動，核心的力量就中斷了。比如錯誤示範，在揮拍過程中左肩位置幾乎沒有改變，這代表是手臂主動發力擊球。明明有架拍有頂髋，可就是發不上力。正確示範，擊球過程中要保持身體是一個整體，此時右手上揮，那麼左手就要下拉，這才是核心力量帶動下的手臂揮拍狀態。為什麼左肩在揮拍過程中下拉可以用上身體力量？羽毛球發力是腿部核心區手臂依次帶動下的過程，核心區起連接作用，手腳如何配合能夠充分牽拉核心區是身體發力的基礎，手臂如何揮動可以使繃緊的核心區力量完成釋放是身體發力的關鍵。核心區未繃緊前的手臂揮動都無法發出身體力量，只有核心區繃緊後帶動手臂揮出才能完成身體的充分整體發力。無論是捲腹發力、頂髋發力、轉體發力，全都是在核心的正確發力方法上演化出來。說了這麼久，核心正確的發力方式到底是什麼？核心區很像一個長方形，我們用一張卡片形容，想獲得足夠的彈力，可以向後彎曲再釋放，比如這樣。但我們需要的是核心力量轉化為右手揮拍力量，這樣彎曲核心時釋放的力量會平均分配到這個平面上，而我們需要核心釋放的力量集中在右肩這個頂點上，這種核心發力方式不對。第二種是依靠身體轉動的力量帶動胳膊揮拍。通過卡片效果就能看出，這個發出的力量還沒第一種大，而且此時身體的發力方向是向右側的，而揮拍的方向是向前的。身體向右發力，手臂卻主動發力前揮，很容易傷到肩膀。核心區最大的牽拉距離不是直線，而是斜線。斜線的牽拉正好能將釋放的力量集中在一個頂點。所以身體發力首先需要牽拉左髋與右肩間核心區，此時才能發出最大力量。錯誤的，正確的是牽拉住左髋與右肩間核心區。怎麼感覺還是錯的？感覺還是轉着身體打球啊？這是因為身體發力的擊球點一定不在右肩前方，而是要盡量放在頭頂上方。此時轉着打球，球會向右飛。第一步，先牽拉正確的核心區域，因為揮拍軌跡一定是從正後到正前，則正好是正確牽拉核心後的頭頂位置。我們的揮拍過程是在這條直線完成的。
那麼核心怎樣收縮可以帶動手臂揮出時保持此直線軌跡呢？第一步需要做到左肩下壓，帶動右肩上抬，在此過程中降大臂，帶動揮至最高點。核心牽拉後收縮時，手臂放鬆小腹處發力，小腹發力收縮腰腹，可帶動左肩下壓，右肩上抬。小腹收縮帶動右肩上抬，使大臂揮到最高處時，右手右肩左髖左腳正好處於一條直線上，這條直線正好就是擊球前尋找擊球點所在的那個平面。右肩繼續朝左髖下壓，帶動手臂甩出擊球。手臂一定是靠核心發力甩出去的，去找這種甩動的感覺。很多球友其實牽拉核心這一步做得都挺好，但切記牽拉核心後是小腹處先發力收縮，帶動左肩下壓，右肩上抬，然後才是收縮右肩與左髖間核心力量，帶動手臂揮出擊球。大家可以從扔球練起，先回憶一下牽拉核心的方式出錯了沒？在正確牽拉核心後，思考如何收縮小腹，帶動左肩下壓，右肩上抬。再去體會右臂揮到最高點時，右肩左髖間核心發力，帶動手臂甩出的感覺。捲腹發力是上半身側身，使右肩與左髖間核心區充分牽拉；小腹發力帶動左肩下壓，從而帶動右肩上抬；右肩與左髖間核心區收縮，帶動右肩前揮，從而帶動右臂前揮擊球。頂髖發力其實是在側身狀態下，擊球點在身前，我們需要用頭頂找球，所以重心在從右腳前移到左腳時頂右髖。此時通過腿部發力與手臂的形成狀態，正好是最佳核心牽拉的斜線狀態。後續發力過程就都和捲腹發力一樣了。蹲的帕就是頂髖發力的超進化，本質是一樣的。蹬轉發力是側身後擊球點在身體後方，重心保持在右腳穩定架拍，同時左腳向後蹬，從而也可牽拉左髖右肩間核心區。後續的發力和捲腹發力過程一樣。有問題留言，我們下期見。